안녕하세요，大家好，我是尼路。冬季特卖会快要进入尾声了，今天来推荐几款你可能没有玩过比较小众的经典好游戏。第一款是《雨中冒险》第2代，原价588打5折是台币294元，评价有148000篇的96%，压倒性好评。这是一款 roguelike 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。刚开始角色只会有一只，透过游玩可以解锁更多的职业。不过这个区块不是这个游戏的重点，重点还是打怪收集金币，然后用这些金币来开启地图上的宝箱。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随机圣物来强化玩家的能力，而这些能力呢，也会透过堆叠让你的爽度越来越高。流派的种类分得蛮多蛮详细的，像是有单体秒杀型的大范围扫怪型的，无聊顺来顺去在旁边划水类型的，主要还是看你怎么搭配啦。每一场玩下来都会不太一样。收集完生物后，要将传送门充能到100%才能抵达下一张地图。在这个期间呢，它会叫出一只 BOSS 跟一堆的小怪。游戏的重点其实这一块也占比蛮高的，因为难度没有到很高，所以解压就主要是在玩这一段。但是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游戏的时间你拖得越长，小怪就越硬越多越难打，爽感也会逐渐降低。地图的部分虽然看起来是随机的但是其实就是固定几张图在轮流，所以刚开始比较建议玩家还是自己先摸过一轮，熟悉一下地图，熟悉一下圣物，不然一下子就去玩那个4人连线的多人共斗场上大多东西都会被老手抢走。如果你喜欢割草游戏跟 roguelike 类型的玩家，这款就非常推荐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那就可以参考一下阴境物语。这游戏好危险好危险，连读音都好危险。它是一款 Arrow Labs 平台上的日系卡牌 RPG， 玩法简单，就是5只角色平推的游戏。培养要素很多，像是升阶、升等、升星、装备、亲密度，就连色都可以提升战力我的天！而且培养条件不难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免费要素，像是角色成长的、抽卡的，慢慢玩当免费仔也很 OK 的游戏。队伍除了技能属性搭配以外，角色之间也会有羁绊加成，所以游戏性不低，比市面上一堆免洗手游都还要来得厉害。至于会不会很坑呢？老实说不会，真的不会。福利多到想在工商时段讲完都很困难。开局先送免费3人色跟2只 SR 卡，新手教学再送一只 SSR 跟他的个人 play。如果你想直接刷手抽，全部快转不用5分钟就可以10连加2500赚，这都还只是游戏打开不到10分钟的内容。新手章节打完再送一次前面给的 SSR 角色剧情，后续的每个章节也都会有。平等打满就会给解锁道具，没打满的话强化装备也是一直在送。抽卡配率高不高说实话普普通通，因为 SSR 跟 SR 卡很多，图跟 Life 2D 也不是随便给你做的。我玩20分钟40抽就出了2只 SSR， 2只 SR， 每个角色都很香，抽下来就特别有感。好笑的是 R 卡的几率虽然高，但是重复抽到升战力升的爆干快，去推副本也会送 SSR， 搞得这么佛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OK 的了。这款目前玩下来是真的很棒不色收集妹子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碍于尺度关系，画面没有办法放太多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点选连结到 Arrow Labs 看他们的预告片，顺势就把阴境物语也给宰了吧，真的很佛再来是质量效应，原价1599台币，打25折以后变成399元，评价是29000篇的93%，极度好评。传奇版里面共包含质量效应3部曲，也就是说400块买了3款游戏的概念。它是属于动作角色扮演类型，同时也拥有着多发展多结局的故事要素。最大的缺点是这个游戏没有中文不过它的英文难度没有到很高。真的不行的话，站外还是有汉化包可以安装，只是游戏的稳定性可能会变差一点。那它都叫传奇版了嘛，所以前面的1代呢也有加强了画面的解析度、贴图、光影、帧数跟优化。游戏性的部分呢，因为已经有点年代感了，所以用键盘滑鼠玩的打击反馈不是很好。就算它是 FPS 游戏，我还是建议用摇杆去玩。剧情的部分就很神，里面牵扯到了很多外星种族、政治之间的关系，设定量非常的庞大，每个外星人都还有特殊能力。碍于我们影片介绍的篇幅呢，这个讲下来差不多也要20-30分钟啦。再强调一下，它的画面可能不是那么优秀，但是剧情真的不错。再来是内脏清洁工，原价358台币，打4折只要143元，评价是超过12000篇的93%，极度好评。游戏中玩家们将要扮演大公司架构下被压榨的低薪清洁工，公司会给你基本的工具、拖把、水桶、垃圾收集箱和焚化炉。我们的工作就是使用这些工具来把案发现场给打扫干净。这个游戏虽然说已经有点年代了，但是它还是蛮拟真的。举例来说，地上的血迹如果你没有清理干净，踩上去又会把血印盖得到处都是。收集尸块的体桶如果装得太满，
玩还很容易打翻，而且这游戏真的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1+1=0这件事情，因为它支援多人连线，你人只要越多，场面就会越乱。里面还有很多恶趣味的陷阱，一不小心踩到可能就会引发爆炸。如果你是喜欢多人同乐、模拟类型，甚至有强迫症的玩家，这款游戏就很容易上瘾，非常推荐。再来是废墟图书馆，原价750打34折以后变成25台币。它是一款牌组构筑的战略游戏，每个角色底下都有血条跟混乱值，混乱值就是归零以后无法攻击跟抽牌，头上的骰子则是用来进行攻击跟一些行动判定。如果双方的点数相同，行动则是会抵消，算是走一个比大小的方式。玩这个游戏也不用担心脸太黑，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保底机制存在。比较大的缺点就是这款游戏啊，它有一点两极，对于很擅长玩卡牌 RPG 的玩家来说，它的难度真的不高。到中后期，游戏变得偏浓，一回合要处理的点数还非常的多。虽然平衡上不是所有卡片都不能玩，但强势的也就那几张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是不擅长玩这类型的玩家，一个关卡卡个几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故事延续了前作的世界观，玩家因为误入废墟图书馆而成为了一名馆长的小帮手，招待那些身份特殊的来宾便是我们的工作。如果你没有玩过前作的话，还算是能玩啦，但是就是一些专有名词可能会听不太懂。剧情的部分细节够多，伏笔够深，整体而言可以说是超过满分。如果担心体验上打折扣的话，也可以去玩它的前作，名字叫这个啊，太长了我不会念。原价378，现在也是34折，变成128台币。然后是 There is no game， 原价238打6折以后是143台币，评价是16000篇的97%，压倒性好评。这款建议大家玩过以后再去搜寻介绍，不然极有可能因为简单极化就让体验大打折扣。它属于反人类的点击解谜冒险类型游戏，顾名思义就是要让你在没有游戏的环境中找到特别的乐趣。里面有很多套路式的引导设计，尤其它特别爱用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来跟玩家交流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很多自建类型的彩蛋等着你去挖掘，音乐也特别厉害。剧情设定上有许多延伸性的考古设计跟反转，很有内涵。游戏性的多元程度也会随着进度慢慢浮现，远比我们既定印象中的 B 级游戏还要优秀许多，完全对得起它的原价。碍于不剧透的关系，我们就点到为止。再来是伊迪芬奇的回忆豪宅，原价468打25折变成117台币，总体时长约2到3小时。你能想象得到这个看似性价比超级低的游戏，竟然有着27000篇的95%压倒性好评吗？玩法属于第一人称解谜冒险，难度不高，因为不能跑步的关系，导致节奏有点偏慢，但关卡上衔接做得相当紧凑，互动元素也很多。用摇杆还可以分成左右手，让角色操作不同的动作。剧情有点类似少年派，画面跟故事会奇幻复古超特别的方式呈现。游戏的沉浸感因为音乐的烘托变得很强，可惜的是没有 VR 模式，不然真的会有置身在其中的感觉。故事主要讲述主角一家非常离奇的全部都因为意外而死亡，身为唯一的幸存者，我们回到家中想要一探究竟，到底真是这么凑巧呢，还是另有诅咒？每一个章节角色的故事都刻画得非常深，而且每一段的情境都有所不同，从温暖、感动、伤心到恐惧，通通都有。结局的后劲也很强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看看。然后是了不起的修仙模拟器，原价378台币，打7折以后特价265元。Steam 的评价是16000篇的88%，极度好评。这是一款融合了 roguelike、生存、角色扮演、策略要素的模拟经营游戏。虽然它表面上打的名号是修仙模拟器，但实际玩下来会有一种杂工训练班的感觉。游戏一开始，玩家会需要砍柴、生火、打猎、把肉烤熟、建造房屋、铺床等等等等。你可能会有一种玩边缘世界的既视感，但是它的细节上还是不太一样。举例来说好了，盖房子是需要考虑到风水的。刚收到那些外门弟子，打完一系列杂工以后，也会变成内门弟子。那升格成了内门弟子以后呢，他就不能再做杂事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炼制丹药、画符咒，借由秘籍学武功、建构阵法，来抵御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、神话生物。最后，玩家还要提升自己门派的声望，在江湖上建立起名声响亮的派系。游戏光本体就可以玩上数百个小时，但是它缺点也是不少，人物的 AI 就蛮低下的，强烈建议是安装社群的 mode， 游玩上会舒服很多。再来是 The Last Campfire， 原价268台币，打3折以后是80元。Steam 的评价是3700篇的97%，压倒性好评。如果你会为了80块犹豫的话，它也有 demo 版供你试玩。它是一款疗愈系的解谜动作冒险游戏，主角除了上下左右之外，还可以使用类似磁铁功能的号角来远程移动物体。除此之外，只有一些简单的道具，所以解谜的难度适中，就算不擅长的玩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就能轻松过关。游戏中有着渔夫、乌龟、工匠3名 NPC 等着玩家
家去拯救。过程中，一部分的人物会给你满满的希望，另外一部分则是会给你满满的绝望。总体时长约5到6小时，完整的剧情需要靠收集大量的杂技来去拼凑。画面的配置再加上音乐的烘托，代入感就变得极强。小缺点是游戏没有地图，所以有路痴症的玩家可能要考虑一下。兽人必须死第3代，原价438打25折以后是109元 ，Steam 的评价是6900篇的83%，极度好评。为什么它的评价数偏少，评论数偏低呢？因为它有点像是1、2代混合起来，再加点新东西进去的概念。它是一款第3人称的越间射击塔防类型游戏，最多可以支援双人游玩。游戏的玩法非常多样，主要分为战役、无尽死斗、积分挑战、限制更多的闯关，还有为老玩家准备的特殊战役模式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揪个朋友一起玩，因为难度都是以双人为标准。玩家不只有冷兵器可以近战，还有魔法布阵跟枪支类型的远程攻击手段，甚至你还可以消耗裂缝点数来布置陷阱。不同的地图中还有各自的战争武器，可以做到大规模的扫荡。除了玩家有分职业以外，每位 BOSS 也有各自的特色跟能力，有的时候难度太高，可能一下子就会被秒杀。如果你喜欢塔防、清扫类的游戏，这款在特价的时候就很值得一试。最后是深海迷航，原价895打33折以后是304元台币，它有着将近20万篇的96%压倒性好评。故事发生在22世纪的晚期，主角在宇宙调查时意外遭到击落，掉到一颗未知的星球后，救生舱外等着他的就只有一片汪洋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进行水下生存。游玩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顾及自己的血量、食物、水分，还有海里会需要消耗的氧气。探索过程中得到的蓝图可以用来建造房屋、家具，甚至是制作载具。而载具在这款游戏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它的型号很多，在不同的区域执行不同的任务，就会需要不同的性能。通常采集所需要的装载量跟潜水所需要的含氧量不会兼具，在你性能有限的情况下，深海只剩下黑暗中微微闪烁的光线与诡异的动物叫声，就会带给你庞大的压迫感。海面上的建筑种类也不亚于它主打的海洋内容，你要盖成小别墅、小度假村都是 OK 的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再怎么样，它还是一款剧情游戏啦。付出了这么多，建造了自己的家以后，你还愿意舍弃这些来离开这颗星球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冬季特惠的最后一波介绍。再次感谢《阴境物语》的赞助播出。抢便宜的时候啊，不要忘记点选下方的资讯栏去看一下那些免费的福利。那因为特价也只剩下最后的1个礼拜了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推广的游戏啊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大家知道。觉得他推的不错，也可以为彼此按个赞，来增加大家推荐的可信度。那么我是尼禄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